2024年11月21日，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为由，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前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了逮捕令。这一决定引发美国强烈反对，总统拜登斥责令人愤慨，川普批评这是危险的笑话。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明确表示，美国断然拒绝这一裁决。虔诚的基督教预言家布兰登·比格斯近期也预言，川普将使美国与以色列结成更紧密的兄弟关系，而神会因此给美国带来石油、天然气资源方面的财富祝福，甚至使经济危机推迟。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如此力挺以色列，这与神又有什么关系？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回溯犹太人的历史，了解他们先知的预言，以及上帝对以色列人立下的誓约。作为以基督教为建国之本的美国，这些因素成为他坚定支持以色列的重要基石。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照亮现实和未来，而犹太人的历史竟然就是圣经旧约中的内容。旧约不仅是宗教经文，更是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录。那么它会告诉我们什么呢？一切还得从诺亚说起。在史前时期的大洪水过后，真可谓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只有诺亚一家逃出升天，受到上帝的祝福，在大地上开枝散叶。诺亚有3个儿子，闪、含、雅弗。然而龙生9子，各不相同。一天，诺亚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影响至今。一天，诺亚生平第一次喝醉了酒，赤身裸体地睡倒在帐篷里。含发现了这一幕，觉得特别好笑，因为诺亚一辈子庄重守礼，这个时候却一丝不挂。含赶紧跑出去嚷嚷：“兄弟们，快来看啊！”闪和雅弗听见了，赶紧拿了一件衣服，倒退着进入帐篷，恭敬地盖在父亲身上，一眼也没看，真正做到了非礼勿视。诺亚酒醒，得知这件事之后，对含的不敬感到愤怒，诅咒他说：“你是我的儿子，却对我做了这样的事，你的儿子迦南也要受诅咒，他的子孙必给闪和雅弗的子孙做奴仆。”为这事儿就诅咒儿孙，是不是太小题大做了呀？其实呢，当时的诺亚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对诺亚的不敬就是对神的不敬，这个可不是小事。含的后代呀，跟他爹简直是一个模子里抠出来的。还有个儿子古时生了宁禄，宁禄号称英雄之首，这里暗含着与佛争锋的狂妄啊。宁禄把散居各地的人聚集起来，野心勃勃地兴建巴别塔，蓝图设计成高耸入云。如果这塔造好了，他就成了欲于天公势比高的英雄了。人啊，是很容易崇拜看得见的英雄，而把真正的神搁一边去的。这就是偶像崇拜的实质，让人崇拜人造的假神。这惹怒了耶和华，瞬间让人类说起了不同的语言，增加了合作的难度。建塔这事儿就功亏一篑了。但是宁禄还是自封为王，建立了巴比伦、亚述等国的雏形。含有4个儿子，还有一个叫埃及。含这一族啊，后来迁徙到迦南和埃及那块地方去了，所以这些地名呢，就是从人名来的。我们先说了含，但是主角是非礼勿视的闪。闪的后代里有一位叫亚伯兰，他很正直。他75岁的时候，耶和华显现，让他迁移到迦南去，并承诺：“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诺亚的诅咒似乎开始启动了。神还为亚伯兰赐名亚伯拉罕，意为多国之父；他的妻子改名撒拉，意为多国之母。亚伯兰听从上帝，千辛万苦地来到迦南，当地人叫他们希伯来人。他们在这里牛羊成群，非常富足。但是到了85岁，
亚伯兰还没有儿子，于是就娶了一个埃及使女为妾，生下了以实玛利。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上帝的天使对这个孩子的预言是：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这跟现在的情形是不是很吻合啊？亚伯兰99岁时，耶和华显现，告诉他，撒拉明年就会生个儿子了。结果在亚伯拉罕100岁，撒拉90岁的高龄，老两口居然真的生下了儿子以撒。这孩子长大成人后，一天天使传来上帝一个惊人的要求，让亚伯兰杀掉以撒献祭。亚伯兰敬畏神，二话不说就遵命照办。就在他举起匕首刺向以撒时，天使出现拦住了他，并传达耶和华的话说，你没有将你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我要将你现在的寄居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请大家记住这些话，因为这是上帝的誓言。以撒生了雅各。有一天晚上，雅各遇到一个神秘人来跟他摔跤，一直到天亮。雅各赢了，让那人祝福他。那人说，你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这才明白，这人是位天使。以色列这个名称就这样诞生了。以撒和雅各都敬畏上帝，上帝也都曾显现与他们重申约定。雅各有12个儿子，约瑟是雅各最爱的儿子，聪明俊俏。但是17岁的时候，妒忌他的哥哥们合伙把他卖到了埃及为奴。结果凭着他的正直和上帝的帮助，在埃及做了宰相。在迦南闹饥荒的时候，他不计前嫌，原谅了哥哥们，让全家都搬到了埃及度过饥荒。以色列人就在埃及住下来，人数越来越多。几百年过去后，新的法老担心数量庞大的希伯来人对政权是个威胁，就强迫他们做奴工，甚至下令把他们新生的男婴都杀掉。危难时刻，大名鼎鼎的摩西登场了。他出生在这个落地就要死的时代，却幸运地被法老的女儿收养了。后来在上帝的指引下降下10灾，迫使法老同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上帝还亲自降临西奈山，与以色列人订约，这就是摩西10诫。其中最重要的前3个戒律是：一，我是你们的神，带你们出埃及，你们不能拜别的神；二，不可崇拜偶像；三，不可假借上帝之名。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不过呀，以色列人还不懂，与神立约是一件多么严肃的事情，在路上就频频违约背叛，结果就是不断地遭到耶和华的严惩，以致在旷野漂流了40年。那些背叛的人都死在了路上，一个都没有进入迦南。上帝申明，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兑现与他们先祖的约定，而不是因为他们人数更多或者性情更好。相反，他们是硬着脖子不顺从上帝，总是随着自己主意的民族。摩西去世之后，约书亚继任，在上帝的指挥下，他带领以色列人以神勇无比的姿态攻城略地，把原来迦南地上的各族几乎消灭殆尽。大家还记得吗？那些人是受到诺亚诅咒的迦南的子孙，那个时候已经是极端败坏了。以色列人在迦南站稳了脚跟，安顿下来，过上了幸福安乐的生活。但是约书亚去世之后，以色列人很快就忘记了上帝，去拜外族的邪神巴力去了。上帝就又惩罚他们，允许外族入侵。以色列人叫苦连天，
上帝就差遣士师来拯救他们。士师平时掌管民事诉讼，暂时统帅军队，引导以色列人正确地崇拜上帝。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年老时，他的儿子们不行他的道，贪得无厌，执法不公。以色列人就要求像周围其他那些国家一样立一个王。撒母耳心里不是滋味，耶和华对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耶和华通过士师撒母耳选择了英俊高大的扫罗，高立他成为以色列联合王国的第一任国王。高立是希伯来人的一种宗教传统，表示受油膏浇灌者是上帝所拣选的。扫罗一开始还挺得人心的，但是后来却接连犯下不敬上帝的罪过，使上帝后悔。下一位被高立为王的是年轻的牧羊人大卫。大卫对神非常虔诚，他不仅是勇士，还是音乐家和诗人。他留下了大量赞美上帝的诗篇，而耶稣就是大卫的后裔。大卫领导以色列人打跑了入侵者，还开疆拓土。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他攻下了一个军事要塞，把它改名为耶路撒冷，意为和平之城。大卫去世之后，小儿子所罗门登基，他带领以色列迈入黄金时代，商业繁荣。他用了7年的时间建起了一座辉煌的圣殿，史称第一圣殿，把装有10诫石板的约柜供奉在此。可惜所罗门后来奢靡无度，还娶了700个美女，带来了各种外族的神。所罗门去世之后，以色列就分裂了，北部的10个支派联合起来建立了以色列王国，南部的2个支派形成犹大国，以耶路撒冷为首都。这2个国家彼此对立，国王们是坏的多，好的少。200多年后，北部的以色列被亚述人灭了，这10个支派的犹太人被流放到外地，从此消失了。犹大国多活了100多年，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攻占，第一圣殿被烧毁。至此，犹太历史上第一圣殿时期结束。大批犹太人被掳到巴比伦，犹太人痛心自问：为什么上帝不保佑我们了？为什么是外邦人取得了胜利？实际上好几位先知都曾经预言到了这场灾难，在以色列人中大声疾呼。只是那些苦口良药被视为异端，先知们还受到迫害。巴比伦之囚的经历被认为是犹太历史上第一次大流散。犹太人终于开始反思，意识到这是上帝对他们罪恶的惩罚。但上帝不是遗弃，而是教训以色列人。先知耶利亚预言，以色列人将在70年后重返耶路撒冷。公元前539年，巴比伦被波斯所灭，波斯王准许犹太人返回家园，并兴建第2圣殿。圣殿完工的时候，距离第一圣殿被毁正好70年。波斯时期犹太人过得还算安稳，但是好景不长，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灭了波斯之后，犹太人又不得不对希腊化的王朝俯首称臣。犹太信仰受到希腊文化的强烈冲击，希腊化的统治者还打起了圣殿的主意，想把它变成供奉宙斯的地方。这一下可碰到了犹太人的底线了，他们拿起武器奋起反抗，对上帝的向心力帮助他们打出了一片天地，但是维持了不到100年。后来罗马人来了，凯撒大帝让希律王统治犹太地区。希律王以残暴著称，但扩建了第2圣殿，试图赢得民心。耶稣的诞生正是在希律王的时代。耶稣虽然行了很多神迹，但是按照犹太人一贯的理解能力，要承认他是耶和华的儿子还真是不太容易。何况祭司们也妒忌和惧怕耶稣的影响力，而且耶稣也并没有为自己辩护，因为他要为信他的人消除罪业。
之后，基督徒把耶稣的福音传遍罗马，经受住了大约250年的残酷迫害，基督教开始大放光芒。而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却开始了长达近2000年的厄运，这被认为是杀害耶稣的惩罚。公元66年，罗马总督的横征暴敛激发了犹太人的反抗，但被无情镇压，耶路撒冷几乎被夷为平地，圣殿被毁，只留下西墙，就是今天的哭墙。到公元135年，又一次犹太起义失败，近60万人被杀，剩下的以色列人被禁止进入耶路撒冷，从此开始了在世界各地的漂泊。这个时候支撑他们的唯有上帝的承诺，直到1948年犹太人复国。翻开犹太人的历史，不难发现，作为上帝拣选的子民，犹太人的思想行为公元前时期的兴衰更迭与世上其他民族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他们随后竟然能走过近2000年的漂泊与种族灭绝式的迫害，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呢？因为上帝一直在兑现与他们祖先的约定，从来没有失约，而这个约可能和全人类有关。在犹太人等待万王之王的弥赛亚降临时，基督徒也在等待。释迦牟尼佛也常讲弥勒未来佛的到来。相比犹太人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时代，今天的世界难道不更是对神的信仰丧失，各种假神充斥，天灾人祸不断吗？当各大宗教共同等待的万王之王弥赛亚降临时，谁会认得出他？谁又会是他拣选进入未来的羔羊呢？而犹太人的历史是不是给我们以启发？以巴宗教和土地的冲突，会不会是促使今天的人类全面反思的契机呢？2023年8月8日，正当游客们在夏威夷欣赏美景，在度假村享受夏威夷风情时一场大火突然降临夏威夷的毛伊岛。受到风力的影响，火势是迅速蔓延全岛。这场断崖式的灾难造成了上千人的失踪，上百人的死亡，同时也成为了美国1个世纪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火灾。许多家庭在这场火灾中破碎，亲人们在废墟中苦苦地寻找着失踪的家人，人们绝望地等待着救援人员的到来。然而，根据航拍显示，大火中出现了不少诡异且让人无法解释的画面，让人倍感到震惊。比如说，大火一圈一圈的燃烧，汽车被烧化，而旁边的草地和棕榈树却是完好无损。更诡异的是大火似乎有选择性，很多建筑物和树木被大火无情的吞噬，而有的庄园却是毫发无损，连一根草都没有烧到，仿佛这大火有意避开这些个地方。甚至有一座教堂周围都被烧焦了，而教堂却矗立如故，仿佛被老天爷下了一个避火罩。消息一经披露，立刻成为了各大媒体的热点。而这场夏威夷大火中种种让人匪夷所思的场景，不禁的让人想到了另外一场大火，那就是圣经中所描述的一场天火，将2座繁华的城市瞬间毁掉。然而在这场灭顶之灾当中，有人却能够逃出升天。3700多年前，在亚细亚中部出现了一位先知，叫做亚伯拉罕。他被后人誉为多国之父，也是以色列民族的开创者。从现有的记载中看，亚伯拉罕活动的足迹首先出现在了亚细亚的山谷地带。这一带国家一到夜晚是皓月当空，星汉灿烂，因此在古老的信仰当中，拜月的宗教很是普遍。不过亚伯拉罕认为是上帝创造了这一切，人应当敬拜上帝。上帝耶和华看到了他的心，于是降下神谕，赐予他福地。就这样，亚伯拉罕带着妻子撒拉、侄子罗德以及跟随他的众人出走了东方，来到了地中海和约旦河中间的迦南地。
原本亚伯拉罕和罗德和睦相处，平安无事。可随着牲畜越来越多，两家的仆人是常常因为水草而发生争执。于是亚伯拉罕建议分开居住，侄子罗德选择了朝东，也就是约旦河平原的谷地，那里有丰富的水草。于是开始不断的迁移，最终来到了繁华的索多玛。自从侄子罗德离开自己之后呢，亚伯拉罕仍旧住在旷野。这亚伯拉罕呢是一位义人，始终遵守着耶和华的道。一天中午，他坐在帐篷门口，一抬头，忽然看见3个人站在了绚丽的阳光中，其中一位正是耶和华。亚伯拉罕带着他们来到大树底下休息，并换来了仆人为天神洗脚，又吩咐妻子准备最好的宴席。听到这儿，您是否会好奇，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连耶和华都要亲自降临人间呢？当时的约旦河平原有2个繁华的城市，索多玛和俄摩拉。生活在这2座城市中的居民除了生活糜烂、淫乱成性之外，好勇斗狠，到处起兵征战。神的名号在他们的心中是轻如浮云。索多玛和俄摩拉城的罪恶传到了耶和华的耳中，为了检视城中是否还有可救的义人，耶和华才亲自降临人间。倘若没有，他便降下灾难，将其焚烧，为后人留下借鉴。于是2位天使奉命向索多玛城走去。亚伯拉罕听到上帝此行的目的很是震惊，非常担心侄子罗德一家，于是小心翼翼地走到耶和华面前，问道：无论善恶，您都要剿灭吗？如果那城中有50个义人呢？难道您不为那50个义人而饶恕城中其他人吗？如果我能在索多玛见到50个义人，我就饶恕那一地的城民。耶和华说道。亚伯拉罕停顿了一下，鼓起胆气，继续讨价还价，将这数字降到了45人。耶和华答应，即使有45个义人，他也不会毁灭那城。或许这亚伯拉罕对那2座城中的罪恶早有耳闻，于是不断的降低数字，就这样一直把这人数降到了10个义人。耶和华答应，为了10个善良的人，也不会轻易的毁灭全城。回答了亚伯拉罕的问话，耶和华就走了。那么那2位化成俊美男子的天使在索多玛城将会有怎样遭遇呢？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时常为城中百姓的淫乱而忧伤。当2位天使来到索多玛时，罗德正坐在城门口。远远望见了2位天使，罗德是急忙起身相迎，请2位天使到家中暂住一晚，等到天亮再走。天使说：不，我们要在街上过夜。罗德一听吓得急忙说：使不得，使不得。最后在罗德不断的哀求之下，天使才答应进到罗德家中过夜。这罗德一家准备了丰盛的宴席，热情款待了2位天使。当得知罗德的家中竟然住进了2位俊美的男子，不一会儿的功夫，索多玛城的民众便蜂拥而至，将罗德的房子团团围住。要知道，这里可是一个崇尚同性恋的城市，从来就不会放过任何一个俊美的男子。只听见众人们在门外不断的叫嚷着：罗德，你给我出来！今天晚上来你们家住的人在哪儿？把他带出来，任由我们所为。罗德走出来，迅速把这门关上，对众人说：兄弟们，请你们不要做这些恶事。众人疯一般的叫嚣着：罗德，你来这儿寄居还想要做官呢？现在我们害你比害他们更容易。众人如同打着鸡血一般，疯狂地推搡着罗德，准备强行闯入罗德的家中。无奈罗德只能以自己2个女儿作为代价，以换取2位天使在城中平安过夜。此时屋内的2位天使伸出手来，一把将这罗德拽进了屋里，并迅速地关上了大门。随后天使施展法术，门外的人们突然之间感觉眼前是一片的昏迷，任凭他们在门外不断的摸来摸去，就是找不到房门。天使告诉罗德，赶紧将城中的一切属于他的人带走。城内罪恶的声音惊动了耶和华，耶和华派天使来毁灭这座城市。罗德趁夜跑出去，叫醒了自己的女婿们。耶和华要毁灭这座城市，你们赶紧离开吧。这女婿们都认为罗德疯了，这么一个繁华的城市，怎么能说离开就离开了呢？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天使呢就催促着罗德赶快起来，带着家人迅速离开这里。可是罗德很是留恋，迟迟不肯动身。两位天使只好强拉起罗德和他的妻子以及他的2个女儿，将他们领出了城外。天使一再叮嘱罗德一家人赶紧逃命，切记不可回头，也不可在平原站住，一定往山上跑，免得被剿灭。眼看着灾难临头，罗德却还在和天使唠叨：“哎呀，承蒙天使慈爱，拯救我们的性命啊！我们能不能不往这山上跑啊？我担心还没等逃到山上，灾祸就会降到我们的头上。不如我们往附近的小城里跑吧，请你们容我先逃到那里。”天使说：“好，我答应你，但是你要尽快逃到那里去，在你没有到达之前，我们暂时什么也不做。”直到太阳爬到山头，罗德一家才跑到了小镇索尔。那时，耶和华在天上将硫磺与大火降到了索多玛和俄摩拉，这场巨大的灾难瞬间便毁灭了全城，连同城里的居民、地上生长的一切，全都遭到了灭顶之灾。罗德的妻子逃难时呢，想起了在索多玛富裕而惬意的生活，一时忘记了天使的话，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没想到瞬间就变成了一根岩柱。来自太空的巨火彻底焚毁了繁华的城市。灾难过后，亚伯拉罕看到了什么呢？第二天，亚伯拉罕起床之后向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在的平原望去，只见整个平原如同烧窑一般，到处弥漫着火焰和浓烟。一场天火终结了2个罪恶之城。对于圣经所记载的这场灾难，几千年来人们都认为那只是神话传说。直到近年来，科学家们通过考古有了新的发现。权威杂志《自然》有篇研究报告，科学家们表示，距今将近3700年前，约旦河谷一带，现在叫做塔哈曼，曾经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瞬间摧毁过。一个天外之物携带着巨大的能量坠落，一瞬间犹如通古斯大爆炸一般，岩石瞬间化为了熔浆。同时，这股力量使岩石爆炸产生出的巨大冲击波，以每小时900至1200公里的速度席卷了整座城市。所到之处，建筑物被夷为平地，百姓是瞬间毙命。考古学家通过对塔哈曼遗址的挖掘，发现位于城市上部的地方曾是一个12米高的宫殿群。灾难中，1楼宫殿的墙壁和所有上层部分被核爆般的力量全部摧毁。城市下部的建筑物只剩下了一层石基。在考古现场学者们还发现，有些装饰石和筑基上出现了热裂现象。遗址的地层上留下了一个1.5米深的破坏层。学术界所说的破坏层具体指什么呢？考古学家在塔哈曼发掘的遗物中有经过高温烧灼的特征。这石头在高温作用下形成流动的岩浆，待冷却之后光滑的岩面出现气泡，如同融化玻璃时表面起泡的陶瓷片。这个则需要1500度的高温才能做到。圣经上说，上天降下硫磺大火。现代科学家认为天外飞时穿过大气层会摩擦着火。来自太空力量的撞击有可能产生比这广岛原子弹还要强1000倍的核爆破坏力，瞬间可以摧毁整个城市。考古学家勘探遗址后推测，这应该就是圣经中所说的被天火焚烧过的索多玛。毁灭这座城市需要极高的温度，而通常的战争、火灾甚至火山爆发都无法产生如此高的温度。后来，科学家经过电脑模拟推测出一颗来自太空、直径约有60至75米的岩石，在距离地表1至5公里的地方爆炸，形成巨大的火球。爆炸中心点温度高达30万摄氏度，这波热辐射瞬间就融化了陶瓷、土层和岩石。火球冲向约旦河谷，导致地表温度骤然飙升到1850度以上，地上的居民瞬间毙命。来自太空的威力致使人口数量锐减，从原来的4.5万至6万人骤降到仅有几百人的游牧民。当时地表温度飙升到上千度的高温，也导致塔哈曼，也就是索多玛附近的死海中的高盐度的海水迅速蒸发，或者飞溅到了整个山谷。科学家在遗址上发现的高浓度岩印也佐证了这一点。
盐水导致农作物无法生长，爆炸后的幸存者呢，只好遗弃这个地方，因此索多玛城以及周边地区出现了300年至600年的荒废期。如今这2座荒废的城址在死海附近呢被发现，而且凝固的岩柱也依然存在。索多玛被毁灭，圣经的记载是否就是最古老的目击者记录？南卡大学考古学家克里斯多夫·摩尔在对话上发表文章，对这一观点呢持肯定态度。也就是说，圣经中记载的上帝摧毁索多玛，摩尔认为呢，很有可能就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一群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男女老少走到了路的尽头，眼前是波涛汹涌的大海，身后是乘马追来的官兵，众人眼中泛起的恐惧与焦急的火花，似乎都能把石头烤化了。这个时候，摩西把他的神杖指向了红海，海水霎时分开，让出了一条大道。在水花筑起的海墙之间，100万以色列人如履干地，冲过惊涛怒吼的红海，抵达了对岸。听到后面马蹄声声，车轮滚滚，摩西再次倚杖划海，分开的海水迅速倒灌合拢，把追兵全部淹没在回流的海水中了。这就是圣经出埃及记中过红海的神迹场景。以色列人奔向了传说中的乐土圣地迦南。朋友您好，我是雪莉。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这个在西方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啊，神以天降十灾的警示来让埃及人醒悟。那么这是不是也能让当今面临种种天灾人祸的人们找到一些避祸的启示呢？很久以前，以色列人的家乡迦南闹了饥荒，他们不得不纷纷拖家带口逃到了埃及边界，继续过着放牧和耕种的生活。那个时候，埃及人叫他们希伯来人。这希伯来人呐，家家户户都很会生小孩，几代人过去了，埃及是处处可见希伯来人。这可就让埃及人不乐意了，他们把希伯来人抓来，逼他们做苦工，用鞭子抽打他们。就这样，以色列人战战兢兢地在埃及做牛做马，日子过得是苦不堪言。到了公元前15世纪左右，当时的埃及法老被仇恨冲昏了头脑，居然让接生婆把希伯来人的男婴都弄死，只留女婴。可是面对鲜活的幼小生命，大多数的接生婆都下不了手。法老知道之后大发雷霆，发下命令，将希伯来人生的男婴全部扔到河中，格杀勿论，一个都不留。就在这个时候，摩西降生在了一个希伯来人的家庭中，所以啊，他一出生就赶上了法老的格杀令，面临了死亡。看着这张光鲜粉嫩的小脸蛋儿，摩西的父母是悲从中来呀。2个人一商量，就把他偷偷地藏了起来。全家人整天围着他，逗着他，生怕他一旦传出了哭声，就会招来正在外面巡逻的埃及士兵。就这样藏了3个月。摩西的爸妈也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呀，孩子大了就藏不住了，到时候还是得死。于是呢，就把摩西放在了一个蒲草箱里，四周抹上了防水的石漆和油，然后就放到了河边的芦荻丛中，想让它随着河流飘走。父母的心中是十分的不舍，孩子呀，只能看你的造化了，一切听天由命吧。蒲草箱在芦荻丛中缓缓地来回打转，转来转去，就转到了正在那里洗澡的法老的妹妹面前。这个时候，舒舒服服躺在蒲草箱里的摩西正好睡醒了，一双黑溜溜的大眼睛忽闪忽闪，也正盯着埃及公主看。2个人四目相对的那一刻，公主的心头一震。一方面，眼前的孩子她一眼就相中了，是打心眼里喜欢；另一方面，她马上意识到这个孩子是希伯来人的后代，怎么办呢？心地善良的她突然心生恻隐，就对身边的女仆说：“
哎呀，你看这个孩子多漂亮呀，我要让他做我的儿子，就让他叫摩西吧。摩西就是从水里拉出来的意思。而一直在后面远远跟着弟弟的摩西的姐姐看到这个场面，赶紧跑过来问道：公主殿下，您需要什么帮助吗？要不要给这个可爱的小王子找个奶妈呀？于是兜转了一圈之后，摩西又回到了妈妈的怀抱中，喝着妈妈甘甜的乳汁长大了。埃及公主将摩西视如己出，摩西摇身一变，也贵为了埃及王子，在王宫中接受着最好的教育。摩西尽得埃及的一切学问，他学识渊博，才能卓越，一直到40岁都是过着埃及王子的生活。但是在他的心中却不敢忘记自己的真实身份，神的子民，希伯来人。有一天，摩西看见一个埃及士兵正在殴打他的希伯来兄弟，突然冲动了起来，一失手打死了那个埃及士兵。后来这件事传到了法老的耳朵里，摩西见势不妙，只好逃亡了。摩西逃到了米甸的旷野，那里生活着游牧民族的部落。摩西没有其他的选择，就在这个地方住了下来，娶妻生子。平日里帮着做祭祀的岳父在旷野中放羊，这一放就放了40年。在那40年的风吹雨打中，摩西学会了忍耐、怜悯和谦卑的美德。别忘了，摩西之前可是埃及的王子啊，他本来是很骄横跋扈的，不然也不会一拳打死一个埃及士兵啊。他的血气，他的骄傲，他的自我都被岁月一点点地磨掉了。摩西逐渐地明白了，在天地之间，如果没有神的帮助，只凭人的血肉之躯，即使是有傲视雄才，也是一事无成的。正当他没有了在人中当王的雄心大志，不再自以为是的依靠人的聪明才干的时候，神的安排也就到了。现在神要讲话了。摩西80岁的一天，他放羊到了何烈山，相传那是一座神山。在跳动的赤红火焰中，一大片的荆棘正在熊熊燃烧。摩西心里纳闷了，这天干物燥的，荆棘一碰到火星就得立刻化作灰烬呐，怎么烧了这么久啊？我得过去看看。不要靠近，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神就站在荆棘的火焰中显现了，光芒无际。摩西不得不蒙上了脸。神对摩西说：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看见了，他们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答应过他们的祖先，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之手，把他们带到美好宽阔流淌着奶与蜜的富庶之地。所以我派你去见埃及的法老，让你把我的子民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听得半信半疑，问：为什么是我？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说服法老，还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神对他说：我必与你同在。一个摩西放羊用的普通木杖，经过神的加持，成了无所不能的法器。摩西是神选中的人，神必将赋予他神力，助他完成神的使命。摩西已经准备好了，他心中升起了对神的正信，于是离开了旷野，入宫去见法老。摩西请求法老让神的子民离开埃及，但是法老完全听不进去，也不相信这是神的旨意，就是不肯放人。于是在神的帮助下，摩西显现了14神迹，对埃及人来说都是灾难，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酷。他向水伸杖，河水就变作了血水，河臭鱼死，使埃及人不能喝这河里的水。他又使青蛙上岸，遮满土地，
进入法老的王宫，上了卧房床榻，又爬到人的身上。他向土伸杖，遍地生出虱子，使爱好清洁的埃及人难以忍受。他又使成群的苍蝇进入法老的宫殿和他臣仆的房屋，遍及了埃及各地，死不了人，恶心人。他向天伸杖，天上就打雷下雹，击打了田间所有的人丁牲畜、菜蔬树木，埃及遍地乌黑了3天之久。他又使东风劲吹，刮来了蝗虫，吃尽了一切菜蔬和雹灾后树上所剩下的果子。神吩咐摩西取了几捧炉灰，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在埃及全地变作了尘土，粘附在人和牲畜的身上，在他们身上起了泡疮，十分的痛苦。即使是这样，还是打动不了铁石心肠的法老，他一次又一次的出尔反尔。看来啊，法老是不见棺材不掉泪了。于是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最后的长子灾终于来了。午夜刚过，人们都进入了香甜的梦乡，耶和华却派下使者，将埃及人所有的长子都灭掉了。从宝座上的法老到阶下囚的罪犯，他们的长子以及一切投生的牲畜都在一夜间死掉了。在那之前，耶和华吩咐摩西通知所有的犹太人，当夜各家各户把羊羔宰了，在自家门框和门楣上涂上羊血，作为记号。神的使者见到羊血，便会逾越而过。这就是以色列人最重要的节日逾越节的由来。在古埃及，长子那可是一家之尊呐，可是家家户户的长子都死了。埃及人醒来后是捶胸顿足，举国哀嚎，法老惊惧，不得不连夜放行。到那一天为止，以色列人已经住在埃及400多年了。可没想到的是，法老马上又后悔了，再次下令军队去追赶以色列人，一直就追到了红海，出现了我们开头描述的那个场景。各种考古发现证实，埃及十灾不是虚幻的神话故事，而是发生过的真实历史。公元前1200年前后继任的埃及法老确实都不是长子，古埃及也确实发生过10次自然灾害，都一一对应了圣经中的描述。可能有人想了，最后的丧子之灾太过惨烈了，神是不是太残酷了呢？凡事必有因果。埃及法老曾经下令将以色列人新出生的男婴全部杀死，这是埃及法老应有的果报，但是神也没有立刻惩罚他与他的国。中国人常说事不过3，但神给了9次警告，也就是9次的机会，可见神的慈爱、公义、宽容、忍耐、怜悯的心肠。但是法老却一意孤行，终不醒悟，拒绝了自己和埃及人得救的希望。那么问题又来了，难道所有的埃及人都有罪吗？难道都该遭受丧子之痛吗？掌权者的每一个残暴指令，包括奴役以色列人、残杀以色列人的男婴，都是在埃及全民的贯彻执行下才成为恶行的。他们即使没有参与恶行，也都有着言语或思想上的附和。他们助纣为虐，也就选择了自己的未来。历史在循环往复，总是惊人的相似。埃及法老不相信神的警示，反复无常，完全不顾国家与民众的生死存亡。这个模样的当权者，我们好像也很熟悉。宗教界有一种说法，埃及十灾是世界末世大劫的一次预演。眼下的人们或许看到埃及十灾中的前9灾，会觉得这不过如此啊，我们当今世界各地层出不穷的灾难，哪个不比他们要命啊？血月和血日的不祥之兆，盛夏飞雪、冰雹、蝗灾、地震、海啸、山火，层出不穷的瘟疫，宛若灾难大片的沙尘暴，或历史记录的洪水干旱，仿佛世界末日来临的龙卷风、泥石流。
经济危机、粮食危机、战争危机。在中国大陆，还有随时随地说来就来的全员封锁、检测、定门撬锁。如果说在古埃及，耶和华给了法老9次警告，还不能让他相信神的威力，以致招来长子之灾，那么在这世界范围内不停爆发的灾难，如果还不能使那些远离了神的人相信神的威力，他们又要面临什么呢？人们是否有办法逃过灭顶之灾呢？历史告诉我们，一无所有的以色列人仅凭一个羊血印记和摩西手中的一根神杖，就走出奴役，走向了光明。摩西倚杖划破红海，成就了人类史上最伟大的一次渡海，成为许多民族追求自由的精神象征。这是凭人力做不到也想不明白的，这是神迹在世间大显。那难道神就认不出哪户人家是他的子民吗？为什么一定要寻找那个羊血的印记呢？因为这印记是代表着人对神言的遵从。有一位圣人说，走回传统，路通天，重拾传统价值，修心向善，敬天信神，这可能就是在灾难中获救的通途吧。大约公元前13世纪，犹太人的祖先在摩西的带领之下奔向迦南，重返上帝应允之地。摩西不仅是领路人，也成了预言家。历史的车轮在他的预言中缓缓前行，直至今日，没有偏离，也没有结束。而那段沙漠之旅所发生的事情，让很多人第一次读到时感到震惊。原来当时犹太人做的很多惹怒上帝的事情，其实当下这些事也并不少见，而上帝的反应很可能大大的出乎你的意料。摩西实行10灾，吓得法老是赶紧放人。摩西又以上帝赐予的权杖将红海分开，带领以色列人走上了返回迦南的旅程。这刚离开埃及时以色列人曾清点过人数，大约有男丁60万，算上妇女孩子都有这200多万人。就这样，200多万人在摩西的带领之下是浩浩荡荡地奔向迦南。这200多万人要如何在沙漠中生存，这吃饭就是一个难题。好在上帝每天都会为他们降下一种食物玛瑙，吃起来像是裹了蜜的薄饼。可就算是亲眼见证了这么多的神迹，这以色列人却扭头就忘，对神的信心可以说是仿佛在松散的沙子上建造高塔一样，这一触即倒。根据圣经记载，一天雷声轰鸣，一道道闪电是划破天际，紧接着以色列人便亲眼目睹了上帝的降临。此时火焰和浓烟四起，大地震动，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上。上帝在火焰中对聚集在一起的以色列人说道：我是你们的神耶和华，曾将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信奉其他的神，也不能雕刻和跪拜其他的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除此，上帝还告诫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陷害人，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财物等，一共10个部分。因为是神亲口告诫以色列人的，被称为10诫。耶和华还强调，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次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1000代。当时山上是雷声滚滚，电光四射，如同火山爆发的景象。这百姓们个个是惊恐万分，瑟瑟发抖，只敢是远远地望着，对摩西说：求您别让上帝直接与我们对话，那声音我们实在受不了，吓死了。干脆请您替我们转达上帝的旨意吧，无论您说什么，我们一定照做。摩西见状安慰道：别怕，上帝的降临是让咱们知道要时时敬畏他，这样才不会做错事。地上的百姓远远地站着，没人敢动弹。
上帝召唤摩西，摩西呢一人径直走进了浓云和烟雾中，去听上帝讲述详尽的律法。摩西从山上下来后，将耶和华的诫令逐条的讲给大伙听，人们不约而同的高声回应：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耶和华听到，对摩西说：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摩西和哥哥亚伦以及其他70位长老受上帝的邀请，登上了西奈山。他们见到了耶和华，看到神的脚下仿佛铺满了蓝宝石，如同天色一般明净，亲眼看到了神。他们是又吃又喝，然后呢返回山下，只留下摩西独自在山上逗留了40个昼夜，听上帝讲述详尽的律法。耶和华用手指将这些律法写在了2块石板上。然而这份安宁并没能维持太久，因为摩西迟迟没有回来，人们开始着急了，跑去找到亚伦：快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好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不知道遭了什么事儿。亚伦呢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将大家的金耳环收上来，铸了一头闪闪发光的牛犊。众人一看就说：以色列的同胞们，这是领我们出埃及的神。于是众人们开始纷纷膜拜这只牛犊，为他献祭，又吃又喝，好不热闹。好嘛，这刚见了上帝，听到他的声音，这才过了多久以色列人就把耶和华的告诫与他立下的誓约抛之脑后习惯性的为自己造出了一个神来。看到这一幕的耶和华生气的对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听到这儿摩西赶忙替以色列人求情，耶和华这才答应暂且放过他们。于是呢，摩西抱着2块石板是匆匆下了山。当亲眼见到犹太人干的好事，这摩西也按耐不住心头的怒火，将手中的法板摔的是4分5裂。随后他将金牛犊捣成粉末，倒进水里，让以色列人喝。摩西谴责亚伦，纵容以色列人违约犯罪。知道犯错的亚伦态度是非常的谦卑，而那些犯了错的以色列人非但不以为然，而且还是很放肆。那么对这些人该怎么办呢？圣经中写道：摩西见百姓放肆，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兄弟与同伴，并邻舍。因为这以色列人按照雅各的12个儿子分为12个支派，摩西和亚伦都是利未支派的，但和其他支派的人都是亲戚关系。摩西这是吩咐利未人把那些放肆不听话的人杀掉，其实杀的都是他们的兄弟亲属。于是有3000名做错事还拒不悔改的男子就这样被清除掉了。这虽然是摩西的命令，但其实是履行上帝的旨意。很多人觉得上帝可以宽恕世上的一切罪恶，所以看到上帝对犯错误的人如此严厉的惩罚，不免大惊。但仔细的想一想其实上帝曾经发下大洪水毁灭人类，撒下硫磺雨浇毁罪恶之城索多玛。他是慈爱的，同时也是忌恶的、威严的。人若知错会有悔改的机会，但傲慢放肆拒不悔改之人，上帝会毫不留情，当作毒瘤将其剜掉。后来摩西又奉命凿了2块石板，耶和华再一次写好了十诫。每次摩西从山上下来都会告诉以色列人自己在山上与上帝的对话内容。但开始时摩西发现人们惧怕自己，不敢接近他。后来才知道原来自己的脸因为与神对话而发出光芒，因此他用一块布遮住自己的脸，只有在和上帝对话的时候才会揭开。就
就这样，摩西充当上帝与众人之间的媒介，不断地将上帝的话转达给以色列人。可即便这样，以色列人还是不明白对神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不久，在旷野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几名长老带着250个首领开始攻击摩西和亚伦，并说他们擅自专权。长老们大声地质问道：“全体以色列人个个都是神圣的，上帝就住在我们当中，你俩凭什么高人一等？”他们甚至指责摩西：“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又在旷野杀我们，这难道是小事吗？你还要自立为王，管辖我们吗？你没把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给我们田园和葡萄园，难道你要剜这些人的眼睛吗？”在他们看来是摩西假借上帝的名义将他们带出了埃及，并不是上帝履行诺言才将以色列人带到应允之地。这一切都是摩西精心编织的阴谋。他们似乎不懂，这一切其实都是上帝的旨意，摩西只是在执行。这些人打着替上帝说话的名义，在抱怨摩西和亚伦，实则是在指责上帝，自然是狂妄之极。面对指责，摩西没有过多的争辩，而是把这事交到耶和华手中去裁决。圣经中这样写道：“耶和华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不知道那些挑战摩西权威的人听到耶和华如此决绝的回答会作何感想呢？摩西和亚伦赶紧替以色列人求情，匍匐在地说：“万人之灵的神一人犯罪，你要向全会众发怒吗？”最终，上帝只向几名领头的长老问罪。只见那些个人所在的帐篷下的地面突然裂开巨大的口子，仿佛一张巨人的嘴。瞬间，所有的家眷和财物统统都被吞了下去。随后，大地又合上。接着呢，耶和华放出大火，烧灭了那些随从的250个首领。以色列人亲眼见到上帝让大地开口吞噬、烧灭了背叛者，这一切是无不惊心动魄。但是他们仍然不明就里。第二天，全体以色列人开始攻击摩西和亚伦：“你们竟然敢杀害耶和华的百姓！”这个时候耶和华显现，吩咐摩西等人离开，他要清除掉那些背叛神的以色列人。虽然摩西、亚伦赶紧为民众赎罪，但在上帝停止刑罚之前，已有14700人死于瘟疫。虽然摩西和亚伦一直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他们也没能踏上上帝的应允之地，只因为他们也犯了错误而受到了惩罚。一次众人再一次因为没有水喝而抱怨摩西：“你为何逼着我们离开埃及，把我们领到这种破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又没有水喝。”他们总是不明白上帝对他们的试炼，而不断地生出抱怨。这次也不例外。看到人们干渴难耐，上帝于是命令摩西拿着神杖，吩咐磐石出水。此时的摩西已经率领以色列人在荒漠中行走了40年，面对以色列人的种种抱怨、不知感恩和背叛，此刻终于没忍住心中的怒火。他召集众人来到磐石前，开始情绪激动地用杖击打磐石。果然就有许多水流了出来，让大家喝饱。但摩西击打磐石的行为让耶和华很不满，很明显他没有遵循上帝的旨意，吩咐磐石出水。耶和华因此对摩西和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看来作为上帝的代言人，神与人之间的媒介，只能是完全遵从神的旨意去做，任何差池都是无法被原谅的。摩西去世时120岁，眼睛没有昏花，精神没有衰败。在临终的那一天他对以色列人再三叮嘱，并预言道：“我今日还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背逆耶和华，何况我死后呢？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所吩咐你们的道，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做的惹他发怒，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
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你神是原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摩西应上帝的要求，把这预言写成圣经申命记第32中的一首诗歌，被称之为摩西的歌。这首歌既是一首颂歌，赞美耶和华的公义和信实，也包含了预言，提醒以色列人未来若离弃上帝，必会遭受的种种灾祸。但是当以色列人回转时，上帝也将使以色列最终在神的拯救下得以复兴。当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经过清点有60万成年男子，但最终这60万人中只有2个人进入了应许之地迦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2个人又是谁呢？在以色列人走向迦南的路上，上帝在西奈山上显现，与以色列人签订十诫，又与他们同行，穿越沙漠，终于来到了迦南边上，距离上帝所赐的家园仅1步之遥。这时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迦南侦查，这些人过了40天才回来，其中10个吓坏了，说那地方果然是流着奶与蜜的地方，但那里的人强壮高大，我们在他们面前简直就像蚂蚱一样。他们的城邑也坚固高大，不能去，不能去，太可怕了。听了这话，恐惧就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人们吓破了胆，炸开了锅，大声喧嚷，彻夜哭嚎，纷纷向摩西和亚伦抱怨道，还不如我们早就死在埃及，或者是死在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里，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他们互相讨论着，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看看这些人，他们是因为上帝的拯救，才从奴隶的悲惨境界中脱身的，又每天吃着上帝降下的食物玛纳，却转脸就忘了上帝。他们现在说的这些话都是埋怨，全是背叛呐。摩西亚伦听到这些话实在是无语，匍匐在众人面前，想让他们冷静下来。而12个探子中还有2个人没说话呢，他们是约书亚和迦勒。这个时候他们再也看不下去了，撕破了自己的衣服，大声说，我们所窥探经过的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一定会把我们领进那里，把地赐给我们，那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以背叛耶和华，也不要害怕那里的居民。迦南人对我们来说就是送上门的肥肉，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有什么好怕的呢？可这个时候，其他的以色列人觉得这2个人简直是疯了，都想用石头砸死他们。下面是一段工商广告，如果您经常使用公共 Wi-Fi 的话，一定要记住美国国家安全局的强烈建议，在连接公共 Wi-Fi 的时候使用 VPN。 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公共 Wi-Fi 的安全配置都很薄弱，要是没有任何的防护，就连一个精通电脑的孩子用一些廉价的硬体和软件，就能在15分钟之内窃取到我们的个人数据。所以每次上网，我都会使用我们节目赞助商提供的 Express VPN， 它可以100%的加密我的网络流量，并且把流量重新导向到安全的服务器上，任何第三方都无法窥探我的个人资讯和网络活动。Express VPN 被 CNET 评为2024全球最佳 VPN， 加密能力强大，而且操作也简单，只需要点击一个按钮就能完成加密了。手机、电脑、平板电脑、智能电视，甚至家里的路由器都可以装上 Express VPN。 订阅一个账号可以保护8台设备。想保护上网隐私和安全的朋友们，点击视频下方的专属链接 expressvpn.com/cultural history 就可以获得额外3个月的免费服务，还有30天的退款保证。
好，下面继续我们今天的故事。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上帝显然被这些人激怒了，他把摩西、亚伦招到身边，对他们说：这些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不听从我的话，他们将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的应许之地。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耶和华让摩西、亚伦转告众人说：我以我的永生起誓，我将按照你们说的话对待你们，你们的尸体必倒在这旷野。你们中间凡是20岁以上向我抱怨的，必不得进入我发誓应许你们的地方。你们的妇人和孩子，就是你们所说的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将会了解你们所厌弃的那片土地。至于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承担你们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失。按你们侦察那地的40天，1年顶1天，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这些报恶信的人都将遭受瘟疫，死在耶和华面前，唯有约书亚和迦勒仍然存活。摩西将这些话转告给以色列众人，于是他们真正的悲剧降临了。果然，以色列人在旷野中漂泊了40年。在这期间，摩西带领出埃及的那一批男子，20岁以上的几乎都去世了，只有约书亚和迦勒还活着。在即将踏入应许之地的前夕，摩西这位伟大的先知也因为没能完全遵从上帝的旨意，犯下了一个错误，从而失去了进入迦南的资格。摩西去世之后，约书亚成为以色列人新的领袖。上帝对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勇敢，因为你要带领这些人进入我发誓要赐给他们的土地。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要前往迦南，首先必须进入耶利哥城。这个城是军事重镇，迦南的门户。那个时候，城里的人已经是非常的腐败、堕落、淫荡的了，是上帝要铲除的。他们城门紧闭，壁垒森严，不让以色列人经过。约书亚首先派出2个探子侦查情况，但差一点就被耶利哥王派人给抓住了。幸好他们得到了一个名叫腊合的妓女的帮助，逃出升天。腊合还告诉他们，因为以色列人有着在上帝的帮助下逃出埃及、走过红海的种种神迹，耶利哥人其实很害怕，但是耶利哥城的城墙很厚，简直固若金汤，这该怎么办呢？一天，约书亚靠近耶利哥，举目观瞧，正见有一个人手握一把出鞘的大刀在对面站着。约书亚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的呢？那个人回答说：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马上领悟到这是上帝的使者，就伏伏在地上叩拜，问道：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指示约书亚，破城之后，耶利哥人要全部消灭，财物要全部烧毁，唯有金银和铜铁的器皿都要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耶和华交给约书亚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工程计划，让他率领所有兵士抬着约柜围绕这座城行走，7个祭司要拿着7个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1天绕1圈，连续7天。绕城的时候不能说话，而到了第7天要绕城7圈。之后祭司要吹响羊角，这时候以色列人就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大家这个时候就要勇敢地冲进城去。于是耶利哥城墙上的守卫和居民们惊奇地看到，
以色列人的军队每天绕城一周，除了羊角的声音，整个过程中没人说话，一片肃穆。他们每天都疑惑地看着这不同寻常的景象，连续6天不知所措。直到第7天的黎明，以色列人展开了他们的最终行动。这一天，他们围绕城市走了7圈，紧张气氛达到了高潮。在第7圈，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他们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不可取那当灭的物，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以色列人发出了震天的呼喊。突然，耶利哥坚固的城墙开始震动，随着以色列人的呼喊，城墙坍塌了，就像是被看不见的巨手推倒，为以色列人打开了一条前往胜利的道路。他们冲进城内，除了喇合一家，其他耶利哥人都被消灭了。耶利哥城大胜之后，以色列人信心满满地前往下一个目标爱城。然而这一次，他们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失败。约书亚还是先派了2个探子前往爱城。他们侦查回来后，自信满满地对约书亚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需2-3千人就能轻松地攻下爱城，没必要让所有的人劳累。根据这个建议，约书亚派出了大约3000名士兵。然而战事的发展出乎意料，以色列军队不仅没能攻下爱城，反而遭到惨败。爱城人勇猛反击，以色列人不得不转身逃跑，还有36名士兵不幸被杀。这一突然的转折让约书亚和所有的以色列人震惊和困惑。约书亚痛苦万分，他撕裂衣服，与以色列的长老一起把灰撒在头上，匍匐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直到夜晚。他向上帝呼求道：哀哉，主耶和华呀，你为何让我们过约旦河遭遇这样的灾难呢？使我们灭亡，我们不如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和这地上的所有居民，一旦听说，必定会围攻我们，把我们的名字从地上抹去。这时，耶和华威严的声音传来，对约书亚说：以色列人犯了罪，他们违背了我的约，拿走了应该毁灭的东西，还偷窃行狡诈，将那些应毁的东西放在他们的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约书亚这才明白，原来有人违背了上帝的指令，私下拿走了不该拿的东西。第2天一早，约书亚让众人集合，依次让每个人前来接受审查。最终，一个犹大支派的男子亚干被查了出来，并承认自己偷拿了金银衣物，并藏在自己的帐篷里。约书亚随即派人去找，果然找到了赃物。约书亚质问：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把亚干连同他的儿女砸死了，他们的尸体和所有的财物都被焚烧，埋在乱石下面。看到这里，您是不是感到很震惊呢？亚干犯了什么滔天的罪恶吗？竟然遭到灭门之祸。按照我们现在通常的观点看呢，这不过是一时的见财起意的偷窃而已。但他的这一点见财起意是违背了与上帝的约定。上帝为什么要去支持背叛的人呢？而没有上帝的支持，以色列人马上就败了，还有36个战士因此阵亡。
以色列人首次攻打爱城的失败就这样画上了句号。后来他们重新整顿，再次攻打爱城时，就一举夺取并焚烧了爱城，取得了全胜。这一段历史传奇又震撼，其中表达了一个非常简单明确的信息，那就是对神是相信还是不相信，与神的约定是顺从还是违背，一念之差，天堂地狱。有人说，信则有，不信则无，但哪怕不相信，神的力量照样会作用在每一个人身上，只不过不相信的人感受不到而已。现在的人通常都很难知道自己在生活中为什么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呢？其实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一念之差，违背了天意，做了错事。或许我们以为这不会有什么后果，但有可能对别人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害，而该还的都得去还。后来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城略地，战无不胜，迦南成了以色列人的家园。上帝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是以色列人杰出的领袖。除了约书亚之外，被上帝允许进入迦南的2个人中，另一位就是迦勒。他即便在85岁的高龄，依然表现出惊人的活力和信念。他请求约书亚赐予一块山地作为他的产业，这是一个充满巨人的地方，正是他在侦查的时候所探查的地方。迦勒相信他可以靠着上帝的帮助征服那里的巨人。最终迦勒确实成功征服了那里，这个地区成为了他和他后代的产业。约书亚和迦勒的故事是对信念、勇气和对上帝忠诚的充分展现，他们被视为犹太历史中的英雄人物。以色列的国旗中央装饰着被称之为大卫之星的6角星，因此以色列的国旗也被称之为大卫旗。据说以色列人的英雄大卫的盾牌上就刻有这个符号，象征着神的守护和智慧的引领。圣经以西结书中的预言讲到，在以色列复兴后，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关于大卫的记载主要是来自于圣经。公元前1040年，他出生在伯利恒。少年时的大卫是个放羊娃，在山里一边弹着竖琴，一边吟唱着自己所编写的歌，无忧无虑地度过了少年时光。在广阔的蓝天之下，他放牧、思考，甚至还学会了写诗。这大卫还有强健的体魄，为了保护羊群他能够徒手赶跑狮子和熊，可以说是文武双全。当时以色列人在扫罗王的统治之下，但是扫罗这个人自以为是，经常违背神的旨意，不知悔改。因此耶和华差遣撒母耳前往伯利恒寻找一位名叫做耶西的长者。上帝说，在他的众子中，我已选定了一位作为君王。撒母耳来到了伯利恒，见过了耶西的7个儿子，不过他们都不是自己所要寻找的人。直到大卫从牧场赶回来，看着大卫容貌俊美，面带红润的光泽，眼神中还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撒母耳顿时眼前一亮，就是他了。撒母耳拿出神圣的膏油，在耶西一家的见证之下，倾倒在大卫的头上，确认他就是上帝所选中的人。扫罗由于失去了耶和华的庇护，很快就被恶魔缠上。于是有人向他推荐了善于弹奏竖琴的大卫。每当听到大卫优美的琴声时扫罗就舒服多了。因为要照看父亲的羊群，大卫有时要离开扫罗，回到了伯利恒。当时以色列和非利士的军队正在边境对峙。这非利士人中有一个叫做歌利亚的巨人，一连叫骂了40天挑战以色列人与他来个1对1的对决。
面对如此的挑衅，以色列这边竟无一个人敢站出来应战。这恐惧像瘟疫一般在军中不断的蔓延着。就连勇猛的扫罗也是心惊胆战，一筹莫展，只好悬赏巨额奖金和嫁女找人应战。这时大卫来到战场上给3个哥哥送饭，恰好听到了歌利亚的挑衅。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弹弓，弯腰从地上捡起了5颗石头子儿，然后就在双方军人惊讶的目光之下，大踏步地走向了战场。要知道，当时的他年仅12岁。歌利亚面露狰狞，蔑视地喊道：“我要将你的肉扔给天空中的飞鸟和田野里的走兽吃。”大卫却义正言辞地回答道：“你是靠着刀枪来攻击我，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讨伐你。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的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歌利亚站起身来，大踏步地朝着大卫跑来。这巨大的身影如同一座高山。以色列的士兵吓得是惊慌失色，只有大卫毫无惧色，快速地向他跑去，一边跑一边用弹弓将手中的石子射了出去。这颗石子是不偏不倚正中歌利亚的额头，这巨人轰然倒地。大卫走上前，提起歌利亚的刀，上前补了一刀。见自家的巨人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送了性命，这非利士人大惊失色，四散逃跑。最终以色列人是大获全胜，而大卫的名字迅速传遍了全国。在欢迎部队凯旋而归时城中的妇女们大声唱道：“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只有站在高处的扫罗一脸的不高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就差王位没有给他了。从此大卫就成了扫罗的眼中钉、肉中刺，不仅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困在王宫，不允许回家，而扫罗满脑子想着怎样除掉大卫。一天，这扫罗再一次被他内心的恶魔折磨的是坐立难安，手中紧握长枪，不断的在屋中来回的晃悠。大卫则在一旁弹琴，努力的用琴声来安抚着扫罗。突然，扫罗一激灵将手中的长枪狠狠地刺向了大卫，想要将大卫钉在墙上，却被大卫敏捷地躲开了。无计可施的扫罗只得将大卫派往战场带兵作战，既希望大卫能战死沙场，以除自己的心头之患。可偏偏事与愿违，大卫非但没有战死，反而是表现英勇，赢得了以色列人的爱戴和尊敬。这可是小肚鸡肠的扫罗最不愿意看到的。妒火中烧的扫罗不断的寻找机会，要将大卫置于死地。好在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是大卫的至交好友，大卫在约拿单的帮助下，多次逃过了扫罗的杀害。另一方面，扫罗的女儿米甲喜欢上了大卫，扫罗打算利用这次机会彻底除掉大卫。于是提出如果大卫能去非利士人那里给100个敌人行割礼，作为给自己的聘礼自己就将女儿米甲嫁给他。不想大卫再一次完成了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成功的娶到了米甲。此时的扫罗已经是到了走火入魔、丧心病狂的地步哪怕大卫成了自己的女婿，也不打算放过他，非要杀之而后快。幸好在约拿单和米甲的帮助之下，大卫是成功的逃离了王宫，开始流亡，并在流亡中逐渐的聚集了一群追随者。扫罗不断的追捕大卫反而2次落在了大卫的手里。一次扫罗正在独自一人在山洞里出宫，大卫悄无声息的接近他，割走了他的一片衣角。另一次，在扫罗沉睡之际大卫则拿走了他的刀枪和水壶，扫罗则浑然不觉。直到大卫出现在扫罗的面前，表明如果自己不忠扫罗早已没命。面对大卫的坦荡和真诚，让扫罗彻底的颜面扫地，既羞愧又愤怒。最终，扫罗和自己的儿子约拿单在一场与非利士人的战斗中是双双战死。当得知这一消息的大卫非常的悲痛，
亲自做挽歌悼念这个曾经的国王和自己的好友约拿单，并找到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设呢，将扫罗一族的土地全部归还，并赐众多的仆人来照料他。这份宽容和气度更加深了人民对他的尊重与爱戴。大卫来到希伯伦，正式受膏做南方犹大的王，而扫罗的另一个儿子伊施波设呢，在北方的以色列与大卫对抗。不过7年后，伊施波设被手下暗杀，以色列人所有的12支派都统一在了大卫的旗下。大卫在希伯伦呢，被膏为犹大和以色列联合王国的国王。在大卫的领导下，以色列人不仅赶走了侵略者，还开疆扩土。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他们攻下了一个军事要塞，改名为耶路撒冷，意为和平之城，并把它呢立为了国都。大卫将神圣的约柜带进耶路撒冷，使这座城市呢成为了以色列精神信仰的中心。当约柜进入耶路撒冷时呢，米甲从窗户里观望，看见大卫正在约柜前欢快的热舞，心中就升起了轻蔑。原来大卫在逃亡的那几年，并没有与米甲离婚。不过扫罗呢，却将米甲又改嫁他人。后来大卫登基后呢，将米甲接到了自己的王宫做王后。这本是对原配妻子的不离不弃，但在米甲看来却是大卫强行拆散了自己。再加上呢，他对上帝并非虔诚。此时见大卫在约柜前欢快的热舞，不小心将自己的身体暴露在女仆面前，于是呢，心中便升起了轻蔑。当大卫回到家中，米甲出来迎接，满脸讽刺道：“就像个下贱之人，随随便便就露出身体，可真是荣耀了。”大卫呢，则对米甲说：“耶和华已拣选我，废了你父和你父亲的全家，立我做以色列的王。所以我必在耶和华面前跳舞，我也必会更加谦卑，把自己看得更加卑微。你所说的那些个女仆，他们倒要尊敬我。”从此呢，大卫就不再亲近米甲。大卫还梦想着为上帝建造一座辉煌的圣殿，并做了许多的准备。最终这个梦想呢，由他的儿子所罗门完成了。大卫对上帝极其的虔诚，有诸多的美德，可是呢，却有一个巨大的污点，那就是夺人之妻。有一天，大卫在王宫瞥见了一位正在沐浴的美丽女子拔示巴，大卫便不由自主地坠入情网，无法自拔。即使知道拔示巴呢是有夫之妇，仍与他私通。结果呢，拔示巴怀上了大卫的孩子。为了掩盖这一事实呢，大卫只好将拔示巴的丈夫送上前线，并指示部下确保拔示巴的丈夫在战斗中必须阵亡。随后呢，大卫便娶了拔示巴为妻，两个人呢还生下了一个儿子。这一行为激怒了耶和华。耶和华派遣先知拿单前去见大卫。拿单来到大卫面前，先讲了一个故事。城中住着一位妇人，家里面是牛羊成群。这城中呢还有一位穷人，家中只有一只羔羊，他把这只羔羊当作家人般疼爱。一天呢，妇人家中来了客人，他不舍得宰杀自己的牛羊来款待客人，反而抢了穷人唯一的羔羊做成了下酒菜。话音未落，大卫便愤怒地喊道：“这个妇人应当被处死，还要赔偿穷人4倍羔羊的价格。”没想到拿单说道：“这个故事中的妇人就是你呀！耶和华赐予了你无数的恩惠，你却无视神，做出了恶行。因此，耶和华宣告：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的眼前把你的嫔妃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眼中的愤怒瞬间变成了懊悔，他深深地垂下头，对拿单说：“我得罪了耶和华。”拿单说：“耶和华已经赦免了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虽然死罪可免，活罪难逃，神的惩罚紧随其后。”大卫与拔示巴所生的孩子不久之后便夭折了。大卫深知这是耶和华对自己的惩处。耶和华对大卫的惩罚还包括了儿子的背叛。
在大卫众多的孩子中啊，有一位最英俊的儿子呢，名字叫做押沙龙。旧约撒母耳记中记载，押沙龙没有一处瑕疵，从脚底到头顶啊都是完美的。他的头发也非常浓密，外貌和风度在以色列全国是非常出名的。押沙龙有一个同样美丽动人的妹妹呢，名叫做他玛。一天，他玛不幸遭到了同父异母的兄弟暗嫩的强暴。押沙龙虽然怒火中烧，但表面上却是不露声色，一直暗中寻找机会替妹妹报仇。2年之后呢，瞅准机会设下陷阱，杀死了暗嫩，为妹妹报了仇。自己则逃到了外祖父的家中藏匿了3年。随着时间流逝，大卫最终原谅了押沙龙，并允许他重返耶路撒冷。然而，随着押沙龙的到来，一场更大的阴谋就在酝酿当中。原来，这押沙龙拥有更大的野心，开始在暗中策划篡夺王位，并且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不久呢，押沙龙便在希伯伦掀起了一场叛乱，并自立为王。他甚至公开与大卫的嫔妃同寝，给父亲带来了极大的羞辱。然而大卫心知肚明，这一切都是上帝对他的惩罚。面对儿子的背叛，大卫既悲伤又无奈，只能忍痛派兵平息内乱。不久呢，大卫的军队在森林中取得了胜利。押沙龙是落荒而逃，却因为厚重的长发被树枝挂住，最终呢被大卫的将领发现并杀害。押沙龙的死深深地刺痛了大卫的心，他内疚地悲叹道：“我儿押沙龙啊，我儿押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啊！”这是一位父亲对失去儿子的极度悲痛以及无尽的自责。大卫登基的时候30岁，在位40年，其中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大卫的统治结束于他的去世和儿子所罗门的继位。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予了所罗门关于治国和信仰的指导。所罗门因其智慧和公正的判断而闻名，他完成了大卫没有完成的心愿，建造了耶路撒冷的第一座圣殿——所罗门殿，带领以色列进入了空前的繁荣和和平时期。大卫的故事不仅仅是一段历史，也是有关于信仰、道德和人性弱点的教诲。作为国王和上帝的仆人，大卫有着对上帝巨大的信赖和忠诚。他不是完人，但知错能改，受到惩罚也不怨天尤人。圣经中赞美上帝的诗篇，大卫的作品占了近一半，其中充满了对神的讴歌、对未来的希望和对个人弱点的坦诚。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还是一位卓越的战士、音乐家和诗人。虽然拥有如此多的头衔，但他最可贵之处是他对神有一颗完全敬仰和无比虔诚的心，这是历代以色列国王都无法与其相比的。在大卫去世几百年之后以色列人越来越偏离了上帝的教诲，最终导致耶路撒冷被攻陷，圣殿被毁，成为了巴比伦之囚。在几近灭绝的时候上帝通过先知以西结给他们带来了一个预言：只要以色列人听从上帝的话，就可以枯骨复生，以色列将在净化后得以复兴，过上永远平安幸福的生活。而上帝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基督徒认为，上帝口中的未来王大卫实际上就是耶稣，而犹太人并不认可。他们在漫长的赎罪和进化过程中等待至今，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教训。这一次他们表现出了对神的坚贞，而大卫对他们来说应该是一种象征和榜样，也时刻提醒着上帝与他们的约定。尽管中东战火未息，但在2600多年前，先知以西结就清楚地预言了战争的结局、战后的未来以及以色列未来的君主。在圣经中，以西结是看到治天使、做天使和上帝的人，他还是耶和华选中的御用演员，用表演的方式说的预言。
公元前592年，在巴比伦加巴鲁河畔，一个30岁的男人在一块泥砖上活灵活现地画出了个耶路撒冷城，又化身敌军统帅，部署兵力，架设器械，煞有介事地攻打城池。做完这一切，他向左侧身躺在城边的坚硬土地上，日复一日地躺了390天，之后又转向右侧又躺了40天。这种极端的行为艺术无疑吸引了许多诧异的目光。他每天在众目睽睽之下，定时定点地吃一种用各种豆类和谷物掺和捣碎，并用脏兮兮的牛粪烤熟的大饼。他就着一点水，像是在饥荒逃难的路上那样，不干不净，战战兢兢，愁眉苦脸地吃掉，仿佛每一餐都可能是最后一餐。他就是以西结，正在演出上帝亲授的剧本。以西结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被神兼顾，他本来应该是耶路撒冷的祭司，可那个时候却沦为了巴比伦的囚徒。公元前586年是古犹太历史上最屈辱的一年，那是在以色列人走出埃及返回迦南之后，经过了600-700年，走过了士师时代、列王时代，分裂成北部的以色列王国和南部的犹大王国之后，国王们带领着百姓拜假神，作恶多端。公元前722年，以色列王国被亚述帝国所灭，而仅存的犹大王国也在公元前586年迎来悲剧的一天。4月9日，首都耶路撒冷被巴比伦人攻陷，大批犹太人成为巴比伦之囚，以色列人面临被灭绝的危险。而以西结早在11年之前，就在巴比伦对耶路撒冷的另一次攻战中，和当时的王族以及一些工匠被掳去了巴比伦。那个曾经被上帝引领逃出埃及，又英勇地夺回迦南的民族，为什么变得如此衰弱？他们的上帝这时候在哪里呢？根据以西结书的记载，被掳后的第5年，也就是公元前592年的4月5日，以西结坐在加巴鲁河边犹太人的聚居地，一想起家乡耶路撒冷就哭了起来。这时候圣经中写道，天就开了，一团巨大的风暴云从北方席卷而来，4个人形从中显现，每一个都有2对翅膀，4张脸分别是人脸、狮子脸、牛脸和鹰脸，他们是炽天使。每张脸的旁边又有一个巨大的轮子，亦步亦趋，他们像宝石一样晶莹剔透，轮中套轮，轮网上布满了眼睛，他们往来奔走，快如闪电，是坐天使。最终以西结见到上帝荣耀的显现，他伏伏在地。上帝对以西结讲话说，人子啊，我差你往悖逆的国民以色列人那里去，他们面无羞耻，心里刚硬。上帝的命令是明确的，以西结必须要在以色列人中勇敢地传达神的话。上帝说，他们或听或不听，你只管将我的话告诉他们。上帝让以西结的脸和额头坚硬如金刚石，还让他吞下了一卷书，上面写着上帝对以色列人劝谏的话。以西结觉得他在口中甘甜如蜜。之后他被神带到一个犹太人聚集地，或许是感到压力太大，他沉浸在忧郁中静坐了7天。上帝再次对他说话，告诫他，如果没能传达神的警告，将难辞其咎。但如果他发出警告而人们不听，那么这些人必须自行承担后果。他若警告了谁，使其避免了罪行，那么他们都将获得拯救。接着上帝向以西结讲述了一份剧本，每个行为都是有寓意的。例如侧卧390天，象征承担以色列家的罪孽，再加上40天承担犹大家的罪。
吃用牛粪烤熟的粗饼，象征着以色列人成为囚徒的命运。戏到这个时候还没有演完，以西结又拿起剃刀剃掉自己的头发和胡须，并把它们分成3份，一份焚烧，一份用刀砍碎，一份扬入风中，象征以色列人的命运。一部分将遭瘟疫而死，一部分倒在刀下，剩下的则散落到异国他乡。1年后的6月初5日，在以西结书中日期都被记录得如此精确。这个时候，以西结又看到耶和华的灵现身，把他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向他展示犹太人此时对上帝的背叛已经到了何等地步。他们在本应该敬拜耶和华的圣殿，干着各种向外邦邪神献祭的行径，行不义的事，丢弃了上帝的典章和律令。然后他看到耶和华的荣光从圣殿中离去。耶和华透过以西结向以色列人发出了严厉的警告，因为他们的背叛将遭受严厉的惩罚。山川将被摧毁，偶像将被拆除，居民将在偶像前倒下，耶路撒冷将成为废墟，圣殿将变得荒凉，以色列人将被驱散到各个国家，只有少数人能够幸存。上帝希望以色列人在异国他乡记起耶和华，认识到自己的罪过，明白他才是自己的神。不久，以西结的戏剧再次上演。白天，他在自家墙上挖洞，人们议论纷纷，他这是要干嘛？而以西结只管埋头苦干，直到把墙洞穿。天黑之后，他收拾好包袱，遮住面孔，穿过墙洞，匆忙离去。这一切都预示着犹太人将被破城掳走，在匆忙间成为俘虏。上帝再三让以西结用这样的方式为那些有眼睛却看不见、有耳朵却听不见的人们增强效果，希望他们反思。或许如果他们能真诚地反思，灾难还可以避免。然而这个时候，假先知们也在作祟，告诉人们这些都是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事。假先知是谁呢？是那些自以为是，把自己的想法当作神的话宣讲，混淆视听，与神作对的人。针对这些，耶和华又指示以西结告诉众人，一切都将在他们有生之年成为现实。而这其实是很多人不愿意听到的。面对先知再三的警告，他们认为不过是危言耸听。但是没过几年，以西结与另一位先知耶利米的预言就成了残酷的现实。犹大王国被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征服，耶路撒冷被攻陷，城墙被摧毁，圣殿和王宫被焚烧，许多人死去。王公贵族、祭司、商贾、工匠被成群结队地押解到巴比伦。这段历史被犹太人自称为受难的时代。这时候的他们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灭绝尽尽了。然而上帝并没有抛弃他们，他只是给以色列人教训。这个时候，以西结又被赋予了传递希望的使命。他开始宣讲以色列人的回归与复兴，其中最戏剧化的当属枯骨复生的意象。在上帝的带领下，以西结来到了一片遍布枯骨的荒地。上帝对他说，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上帝指示以西结告诉他们，若听从耶和华的话，就能复活。于是奇迹发生了，有响声，有地震，那些枯骨重新连接，生出了筋肉，长上了皮肤，最终在上帝的气息吹入后复活，变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上帝不只有对生命的恢复，还有对未来和平的承诺。上帝许诺，以色列和犹大两国将再次统一，
人民将被净化后得到救赎，他们将回到自己的土地上，迎来一个新的君王大卫的后代，他将是永恒的君王。上帝要在他们中间建立新的圣殿，并与他们立下永远的平安之约。在绝望中，以西结的预言给了以色列人重生的希望。在患难中，他们终于开始反省。犹太教就是从此萌芽的。救赎从来都是始于人们内心的反省。接着，耶和华通过以西结预言，在末后的日子，来自原北之地马各的王哥格将集结联军，以暴风骤雨之势向以色列席卷而来。在圣经启示录中，哥格与马各也被提及，说那1000年完了，撒旦必从监牢里被释放出来，要迷惑地上四方的列国，就是哥格和马各，叫他们聚集征战，他们的人数多如海沙。也就是说，哥格和马各是被撒旦迷惑的人和国家，但他们却会遭到惨败。在圣经启示录中这样写道：就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而在以西结书中，上帝让以西结告诉哥格，我必用瘟疫和流血的事刑罚他，我也必将暴雨、大雹与火并硫磺降于他和他的军队，并他所率领的众民。在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后14年1月10日，耶和华的灵又降在以西结身上，把他带到以色列。以西结发现自己站在高山之巅，眼前是一位拿着尺子的神秘人物，向他事无巨细地展示了一座荣耀的圣殿。那宏伟的建筑尺寸超越了现实，他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如同旭日东升，再次充满了这片圣地，寓意人们对神的虔诚回归，以及神将永远居住在他们中间的平安之约。公元前539年，波斯第一帝国国王居鲁士二世灭了新巴比伦帝国，犹太人结束了巴比伦之囚的苦难，获准返回耶路撒冷，建造起第二圣殿。但这远不及神秘人为以西结丈量的那一个。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也并没有拥有像大卫一样的君王，并永远遵守律例，从此过上平安幸福的生活，而是仍旧不断被外族统治。后来又杀害了耶和华的儿子耶稣。当基督教从迫害中生根发芽的时候，犹太人却开始了他们艰难的赎罪之路。第二圣殿也于公元70年被罗马人焚毁，只剩下西墙。此后流离失所的以色列人回到这里，常常对着西墙哭上一场。所以当以色列人终于在1948年复国之后，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建立起新的圣殿，这才是以西结描述的圣殿。这对以色列人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但问题是，在圣殿的原址上，伊斯兰人已经建立起他们的圣殿奥马清真寺，对于这块土地的争夺就常常成为以巴冲突的根源。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呢？2023年10月7号早上，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了突然的袭击，掳走了大量人质，死伤数百平民，从而引发又一轮的以巴冲突。而随着伊朗的加入以及他们各自背后支持的势力，这场战争非常契合关于预言中哥格和马各的幕后之战。它的结果会是什么？尽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立场和看法，但上帝的预言从来都是准确的。根据潘巴顿所著的《圣经预言百科全书》记载，圣经中的预言有1817个，它们没有任何误差，
都一一的应验了，或者正在应验着。越多的了解犹太人的历史，越觉得犹太人好像活的化石，以他们的历史和教训为今天的人类提供了活生生的参照。他们被耶和华所造，因祖先对耶和华的遵从而被拣选，走向幸福和繁荣，又在对上帝的背叛和堕落中走向衰落与动荡，以致几乎被灭绝。然而上帝可以使他们灭绝，也可以使他们重生。关键是人要懂得神对人是有要求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信仰、道德、上帝的律法这些东西。神并不会让人随着败坏的想法为所欲为，罪恶要用磨难来偿还。在近2000年的流亡之路上，犹太人受尽磨难与迫害，但这次他们在巨大的苦难中保持住了坚贞，始终相信上帝永恒的平安之约，创造了复国的奇迹，这才是他们进化的过程吧。当然，世界上不只有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还有佛教等，但各大教派都有关于弥赛亚的预言，预示着未来的人类会在万王之王弥赛亚的慈悲与威严下组成一个大的家庭。那么这场末日之战最后的胜利者应该会是那些相信神、回归神和遵从传统、道德良知、放下偏见和不同信仰的壁垒，等待弥赛亚并最终被他拣选的人吧。好，观众朋友，欢迎您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感谢您收看《我是大观园》，我是雪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